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月2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反弹一周后，再次遇见高位变盘，这次是见顶还是加速？扣位再赚一次，回调买入也可以买到加速点，这是扣位给到我们的第二次机会。特斯拉短线走弱，昨天的下跌是机会还是风险？中期仓位应该怎么布局？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目录。那么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85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会讲到有关于指数的分析，阿哲会讲到之前的观点，我们为什么这个地方能够判定为变盘点。之前的这些变盘都是高点变盘，少有低点变盘。那么这一次股价上涨会不会又是一个高点变盘呢？那么阿哲呢会在第一部分讲一下有关日线变盘和日内变盘点，包括日线的趋势分析。那么等以上的3个部分来对于指数环境做一个解析。当指数环境你明白之后，我们再看到个股的解析。个股方面我们会讲到以下个股，分别是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D、APP、高通、Circle、OKO、PLTR、Coin、CoreWay、美光以及 MP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有一个温馨提醒，我们视频当中的目录您会发现比较多的内容，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长视频，或者说不是每一只标的都是您感兴趣的，那么阿哲呢把标的所对应的时间轴都已经制定好了，已经划分好了段落，所以您点击对应的段落，可以优先观看最想要收听的那一只标的的分析，希望这个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么这里阿哲唯一的建议是，第一部分的指数分析呢是一定不能跳过，一定要收听的，因为指数分析是对于个股有指导的作用。当个股交易的时候，所做的方向和指数是背驰的，那么很多时候你的交易胜率会变低。所以如果这里真的是变盘高点，那么对于个股，我们哪怕有一些好的买点，可能也只能小仓位的去做，或者说只能够去忽略。所以当前的市场，我们先分辨一下它的风险系数是否真的那么高。我们来看到第一部分有关于指数的分析。当前的市场走势当中，这个变盘点是怎么出现的？我们在上期视频讲过一个阴阳交错变盘的模型，那个模型可以告诉大家，之前的这个地方都是变盘点，以及曾经这个低点它也是个变盘点。这个模型很简单，它只要你能够看得清楚颜色，只要你能够分得清楚目前图表当中这个颜色是红色，这个颜色是绿色，那么你就可以看得出当天这里是一个变盘点。那么怎么样去使用我们再简单的复习一下，就当市场出现了3根 K 线，它的颜色每天都不一样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颜色上的阴阳平衡。而当这种平衡被打破时，就会产生这种破坏性的一个变盘点。比如说前面这里4天都是阴阳交错，而后续的2天你会发现它是不是变成同色颜色了，就颜色变同色，那么这里就容易是个变盘点。前面呢阴阳交错的规律就是有阳阴阳阴，那么阴线后应该是阳线，所以这一天它不是变盘，它这一天还在规律之内。而这一天的阳线就不对了，在阳线之后应该是阴线的，它却是一个阳线，所以这个地方颜色就不是这个规律了，所以这一天是变盘点。前面这里也是的，阴线阳线阴线阳线出现4天的颜色的异同，所以它是交错的。后续呢这一天本来应该是阴线的，但是它却是一个阳线，所以这一天呢也是个变盘点。好，那么价格走势前期的低点，这里呢是阴线阳线阴线阳线，所以这4根 K 线是不是又是交错的？好，阳后呢本来应该是阴线的，却变成阳线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变盘的，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又产生了一个变盘信号？那么这些变盘点它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去使用呢？正常来讲，如果是处于长时间下跌之后的变盘，一般低点变盘的概率会更大。如果是长时间上涨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变盘，那么高点的概率更大股价呢上涨时遇到变盘，下跌概率更大；股价上涨时的变盘，高点概率更大，那么下跌时的变盘呢，低点概率会更大。所以这就是一个变盘点技术在应用的时候，那么这又是一个变盘点技术在应用的时候，我们一些偏左侧的看法，就是不加以确认，单纯通过之前的走势来去判定。而市场走势的变盘点可以说8-9成都是如此，就是下跌的变盘那么看涨，上涨的变盘看跌8-9成都是如此，只有小概率呢会走同向，比如说上涨时遇到变盘，而后它产生是一个加速行为。当这种情况下，此占那么10%、20%的1-2成的概率而已。而后我们相对偏右侧的去加以佐证这个变盘点呢，怎么去看呢？就是关注一下这个变盘点 K 线它是否被突破或被跌破。
如果变盘 K 线被突破，那一般来讲再结合前期下跌的，那么它就容易更像是低点变盘。上涨过程当中遇到的变盘点，如果它刚好处于某些压力位附近，然后呢这个变盘点又是后续被跌破的，所以低点变盘呢概率更大一点。但是有时候确认低点变盘，那么后续还被跌破，那么确认高点变盘的概率会更大一点。那么有时候确认这种变盘信号，你偏右侧的话呢，它会比较晚提醒你卖出。好，那么像这个地方的变盘它提醒你卖出时可能已经跌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左侧和右侧呢有不同的一个优劣之分。这个呢就看大家的一个交易风格了。那目前的上涨是不是也同样的？这里是阴阳阴阳，好，那么又是异色，异色之后本来应该今天收阴线，它收了阳线，所以同色触发变盘。这个变盘 K 线呢刚好在压力位 23,658.9 这个价位。这个价位我们之前有讲过很多次之前在市场走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开始提到有一个压力位在此处出现。那么这个压力位呢要被有效的突破站上，我们认为空间才能够进一步的打开。当它是无法突破或者说是假突破的时候，这个地方将是风险比较大。这是盘前广播当中我们一直呢有写到的一个指数的压力位。那么目前就是一个变盘点加上指数的压力位还没有去突破，所以当前这里我们还是以高点变盘来去对待。所以左侧的仓位应该直接就进行高抛，那么剩余的右侧仓位呢，等待风险的明确信号。这个明确信号可以是对压力位的突破后的回落，也可以是直接收一根阴线比昨天低点低。那么这些呢都是一种右侧的走弱信号，但它也有可能从右侧的角度出现加速行为，比如说它直接突破了这个变盘 K 线的高点，而后又站上了这个压力位，那么就会构成有效突破压力和变盘 K 线。那么右侧是有机会延续变盘看涨，那么甚至是加速上涨。所以对于变盘技术和左侧技术我们正常应用呢，就是你把你的仓位可能分成2份会比较好。一份呢是左侧仓位，你可以去分配是多还是少，另外一份是右侧仓位，在市场走到有变盘点的时候，先把左侧仓位了结获利兑现，以防呢之前低点抄底买进的利润呢可能后续回吐回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右侧的仓位，你可以用偏右侧的方式收阴线、收跌或者说走弱去卖掉。所以这是目前的市场2种应对方式。但是总而言之，当下就是风险待定并准备释放的过程，我们只是持股待涨和左侧高抛当中去兼顾而已，但绝对呢没有一个去加仓买进的一个手段。我们之前在低位的时候有变盘低点去买进真的是比较积极的。但是一旦来到了变盘高点附近，特别是空间压力附近出现了这种风险预警信号，那么阿哲一般的做法就是不去再激进的买进股票，也不会去加仓，想的是高抛获利兑现，最多就留下一部分右侧仓位去右侧持股，等待真正走弱的那一个地方。所以当前我们的观点依旧保持不变，左侧高抛，右侧等待走弱，而后彻底了结之前的反弹利润。那么后续阿哲的个股的一个操作当中也差不多是遵循的这一个逻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日内变盘点。日内变盘点是阿哲每天的盘前广播当中会有的一个部分。那么在昨天的变盘点呢是11点半和3点。那么这个时间呢是阿哲按照香港时间去定的，所以是阿哲这边的11点半和晚上凌晨的3点钟。如果您是在美东时间您要应用的话呢，就最好把它变一下，应该是早上的10点半和下午的2点钟，大家记得去换算一下这个您当地的一个时间。那么昨天的11点半呢是一个股价加速之后的回调低点变盘，而价格在11点半上涨到3点附近一直是走震荡的，而走出了一个回落。那么下一个变盘点是多少呢？那么阿哲这里呢先给大家去讲一下，在今天日内的一个第一个变盘点，那么就是首根 K 线，阿哲这边的10点45，那么也是美股开盘之后第一根15分钟9点45那样子，所以这一根 K 线产生的时候就容易出现高低点。而阿哲看到目前盘前呢有一定的加速上涨，那么呢加速上涨不一定会持续，但是如果开盘保持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个高开，高开的第一根 K 线它就是个变盘点的话，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容易产生高点变盘的可能性？所以要小心在15分钟之后出现的回落动作。如果在变盘点前后出现顶分型结构，那么就是高点的变盘确认。当然15分钟之后，如果后续的第二根15分钟依旧创新高，依旧收涨，那么它则告诉我们有可能低点呢是提前到了我们昨天晚上的最后一根 K 线。那么低点提前多方强势，那只要今天的头2根15分钟没有构成顶分型还是上涨的，那基本上可以看涨到下一个变盘时间。
那么下一个变盘时间，阿哲呢会在盘前广播当中去公布。您只要是订阅了阿哲频道啊，是订阅粉丝同学，您只要点击右上角的弹窗小卡片，那么阿哲在网上写完盘前广播之后啊，会在盘前去发布，到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另外的变盘时间点。那么假如啊在盘前开盘之前如果就回落了，市场反而继续走低的话，那么第一根15分钟的 K 线如果创了昨天的低点，那么这里呢将容易是一个低点变盘，所以我们在变盘点附近要关注它所产生的顶分型和底分型，而后去寻找机会。每一次产生变盘点的时候，如果附近产生的是底分型，特别是强势底分型，那么我们可以看涨到下一个变盘点前后。在下一个变盘点前后，如果产生明显的滞涨动作，或者说它已经提前出现了顶分型，就小心了，它是一个高点提前，后续下跌力度可能会偏强一点。而市场下跌过程当中遇到的底分型产生的这种变动，那么就关注它会运行到下一个顶分型变盘点附近，变盘点附近产生的顶分型结构就要注意了，它可能会往下运行到另外一个变盘点。而当你发现这一个变盘点之前就已经产生过一个底分型，或者说强势的上涨动作，那么就有可能是低点提前。那低点提前只要不破这个低点，后续的走势容易呢是变强的。特别它的低点变盘，如果每次你发现低点变盘都在不断的抬高，那么至少在日内的结构目前还是强势的。所以接下来的指数在日内走弱的一种情况呢，你可以关注一点，就会不会有某一个低点变盘把上一个低点变盘的低点给打穿。那么这个时候高点变盘也降低，低点变盘也降低，那么这种地方就容易开始日内走弱了。所以日线上的变盘点要关注，日内变盘点也可以关注。日内变盘点可能会比日线变盘点更快的提醒我们市场是走强还是走弱。所以如果您是做短线的，可以好好的看一下15分钟的变盘信号。只要您是订阅了阿哲频道，那么基本阿哲每天发的盘前广播都会带上这个变盘点的提醒。每次盘中遇到变盘点附近，你如果是想要去交易股票的，尽可能避开高点变盘；想要去卖出股票的也可以避开那个低点变盘时间。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日线的一个变盘以及日内的一个变盘点的一个使用和教学，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老同学，听到这里可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点赞和小红心。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充裕，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底下留下您的宝贵评论，亦或者是留言。当然，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只是观看阿哲视频还未点击订阅是我们的萌新朋友，是我们第一次来到频道的同学，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在学有所获有所收获的情况下，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订阅之后它显示已订阅，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机油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而后您只要把这个全部铃铛打开，那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在发布之后的第一时间就会及时的通知到您，您就不会错过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和每一次分享的知识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来到第三部分，讲一下日线的趋势方面。如果您是相对偏向于波段行情，那么第三部分可能会给您带来更大的帮助。我们目前来看到日线的趋势图表，当下我们所看的是日线的一个走势图。在走势图当中呢，市场出现了一个低位启动，而后当前呢是震荡行情。我们会看到市场处于一个相对收窄的一个趋势带的状态当中。这个趋势带的指标呢叫做山海趋势图，它也是订阅粉丝同学您可以跟助教呢去领取的一个，那么它呢也是我们的订阅粉丝福利之一。您只要订阅阿哲，也可以跟助教呢去安装一下我们的这一个山海趋势图的指标。当你发现一段走势它的这个飘带为紫色带的时候，就说明它是一个上升趋势，而如果是黄色带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下降趋势。所以当前的美股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有上涨动能，但是它的动能呢在压缩，在收窄，而表现在图表当中，你会发现它是不是也是一个收敛的状态，而近期的收敛三角形是下破了，所以目前是有点比较危险，因为它的走势你要关注是否能够把左边的高点给打破，因为它之前这里是一个相对的破位。我们说对于飘带的跌破它会产生买入机会，就是对于飘带的破位，因为一旦有趋势的破坏，多方呢是会救场的。在空方的行情当中也是一样，就多方行情它的这个飘带是有支撑，而一旦支撑被跌破，就多方会有救场行为，就一旦跌破会有救场行为。所以当时在破位的时候，我们有说过这个些地方呢其实会产生一些买点，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有反包阳线的产生。
像曾经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当市场趋势是很强劲的时候，它的飘带会走得比较宽，所以您也可以看一下您手中的个股这个飘带啊，它是窄的还是宽的。如果是宽的话呢，你会知道它这个飘带会有强的支撑，一旦呢有破位行为产生，会有人去救场。那么有破位行为出现，多方趋势呢会来挽救这种格局，就以防呢被空方去占优，所以每次破位之后，它反而很容易产生低点。所以现在也是一样，就每次市场破位啊，就产生低点，破位产生低点，破位产生低点。但关键的一点来了，就一个趋势如果真的很强的话，它会一直反复破位吗？它肯定不会的。所以真正强势的趋势，它应该是像前面这种行情一样子，就它可以调，但它基本不会去破位，所以它也不会去破位。当市场开始反复破位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是开始走弱了，就开始呢和多方和空方之间呢就均衡了，它的力量不会差很多了。所以当下的走势就是市场它是一波多方的救场行为，但这个救场行为你要去创新高才行。就怎么样能够恢复之前的多头强势呢？它得要在破位之后的上涨能够去有效创新高。如果不能够去打破这个左边的高点，而是又是不能新高，或者说再次遇阻，那么很明显下一次的节奏啊，就又是要去破位，然后等待是否多方救场。而当有一次破位，多方救不了场，是吧？空方更强的时候，那么市场就会彻底走弱，彻底沦为空方的一个市场。所以当前就是多空之间的博弈，但是这个博弈当中，目前还是多空均衡，市场的一个趋势还不明朗。但是只要这次不新高，下次再破位，大概率阿哲认为很难再去有效的救场了，就是再次能够挽回来的概率呢就比较低了。像之前的很多次的破位行为，其实它后面伴随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新高，而且是有效的新高，强劲的新高啊！所以破位之后一定要有一个有效的新高。当你发现破位之后它不能够有效的一个新高，那么市场就会走弱。每次破位不能新高，是吧？每次破位左高反而是一个压力啊！破位之后左高反而是压力，这种就是趋势在酝酿走弱的一个情况，多空之间在相互交换的情况，那么空方呢慢慢在走强的一种情况。所以当前的走势要关注一下，这个飘带下次在破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大的风险了，所以它也可以作为波段上的右侧信号。之前破位之后的买入，而后当前要关注这个游龙伏5线，也就是这个飘带的上下沿。我们可以看一下游龙线就是它的上沿，而后伏5线是它的下沿。当前的防守位可以用下沿 23,453.9 去做一个支撑。那么这个支撑点下次再被阴线跌破的时候，它可以算是一个很彻底的右侧风险，右侧必须要跑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一点我们要去有所关注啊。所以这个趋势带呢代表一个多方的一个能量，当前是很渺小啊，很微弱，跟之前呢完全比不了。而这种微小微弱的一个支撑一旦再次被跌破，下次呢要再去有多方进来就比较困难啊。所以这个波段方面要小心这个再次的破位行为。在之后的个股解析当中，我们也会用到上海趋势图来去观察一下每只个股它的一个趋势动能目前是如何的。以上就是我们对于纳斯达克指数指数环境的3个点的解析观点回顾、日内变盘和日线的趋势。那么刚才所讲到的上海趋势图呢，就是我们3重订阅粉丝福利当中的第1重福利。如果您是我们今天订阅阿哲同学，那么您可以跟朱老师领一下这3重福利第一个福利是上海趋势图，第二个福利是盘前的广播，第3重福利呢是我们的内部的直播知识课程。就您先确定您确实订阅了阿哲频道，那么左下角的视频底下显示是已订阅。那么在确定订阅之后，您点击目前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卡片弹窗，您点击之后就可以找到助教，然后可以跟他领一下这3重福利。上海趋势图刚才所讲到的这个飘带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其实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这些功能呢我们在后续的个股解析也会去用到，大家呢也可以简单做一个了解，后续呢可以慢慢的去体会它的一个神奇之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第3重福利。第3重福利呢是我们每周的一个内部的课程，您只要是订阅了阿哲频道，那么如果您是对技术分析的学习比较感兴趣，想要掌握一些更加进阶的知识内容和对于实战的把握如何用技术分析用在当前市场的实战的一个分析当中，我们在内部课程会去讲到，分别从周2开始到周5结束。1月27号呢是第1节课程。我们本周的主题叫做穿越牛熊趋势套利，在趋势的一个交易当中如何能够更加深入的去做买卖、去做交易、去做选股，这是我们在本周的课程当中会去提到的。那么时间都是香港时间早上10点，所以大家在订阅阿哲之后，也可以呢在
底下的评论区啊，找到阿哲的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发的。那里面呢有朱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他的一个 Telegram 的链接，您点击那条评论区的链接，也可以找到助教，然后去报名我们的这些课程。希望以上的3重福利都能够帮助到您，也希望您在订阅阿哲频道之后能够立刻有所收获，立马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2和第3部分，阿哲会讲到个股的分析了。我们首先看到第一只股票是特斯拉。那特斯拉目前的一个行情走势啊，我们先看一个比较大的方面，在空间上，阿哲还是认为它处于一个相对还有下跌空间，但是已经不是很多的一个位置啊，它处于一个支撑区附近。当前呢是走了一个下跌反弹，再破底，但这个破底呢是没有成功啊，立马第2天收回，而且力度很强。所以当下呢，阿哲就还是把之前这个区间啊当做是一个共振的支撑空间区域，所以价格每次回到这附近呢，可以去寻找一些低吸的机会，只要它不破。但如果这里破了，就小心了，因为它一破，中期的一个空间可能就会打开，那么下方还有比较多的空间，所以这个空间它是可以扩展的。那么在扩展之前，那么中期阿哲认为这里是个关键的地方，因为只要这里不破，那么它的空间基本上也就差不多到这了。好，一旦破了，那么中期的一个策略要有所改变，它可能会空间扩展，这是从空间的角度我们去看到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上海趋势图上，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图表。特斯拉的一个图表在日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还不算很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飘带是一个黄色的。我们刚才有讲到黄色带代表空方的力量，而它的飘带目前并不窄，还比较宽，所以它的空方力量比较强。所以短线为什么还有风险呢？就是它的飘带在打击之后啊，它会收跌，它没有去突破飘带，所以目前股价在空方的角度还是比较强势的，只要短线比较强。所以一碰到飘带，市场呢就容易出现反看，所以市场呢目前的多头在短线上，它虽然也有一些力度，没有去超出这个空方的领地。我们对于短线要走强，而后中期要开始上仓位，应该是把飘带突破，然后股价回踩开始转止飘带，或者说开始转支撑，而后去做市场的一个走势强劲。像前期这种市场在飘带之下，你要小心了，很多时候可能只能看个短线，只有过飘带，后续走回踩。那么再次的回调启动，它行情可能才会更扩展。所以每次出现黄飘带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它如果不能够去突破飘带，很多时候只能说短线上呢还是偏弱的。而短线的一个弱势表现在于市场突破之后重新又跌回来的飘带一个下沿，所以当前这里破了位，那么就说明这里做短线的应该跑了。那么对于中线来讲，就是略微减仓，然后寻找下一次下方这个区间的一些加仓机会。那么下一次机会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 TD 的技术，之前我们有讲过汤姆迪马克先生呢，他除了神奇九转，也有大家平时所看到的1到9之外，还有一套方案，就是 TD 的技术，那是在9后去数到13的一个方案法。如果呢您有学过 TD 的账法，应该是有了解过的。这个 TD 技术的一个应用场景是什么呢？就股价呢出现了9，就跌到9，一般认为它可能衰竭了，但是它也有可能遇到另外一种情况，就可能还继续加速下跌。好，以及呢，可能它不涨，但是它也不加速下跌，而是产生一些震荡行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用到技术的13，像曾经这里市场呢可能走到了神奇九转，是吧？之前特斯拉这里走到了九转，好，九转之后呢，它还在涨，但它的涨呢就不是在加速涨了，它之前是加速涨，后面是缓涨是震荡。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技术13去寻找呢下一个真正的空方衰竭点。所以这附近呢是一个技术13，然后市场才真正的开始走出一波衰竭的多方后的下跌行情。那么现在也是如此的，市场走势下跌，跌到9的时候它没有继续加速下跌，它也没有走出很强的上涨，它也没有反转信号，所以股价的走势是震荡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开始计算技术13了。当下技术呢在6和7附近它有几种技术目前在6和7附近，所以我们可以等到下一次机会，就是市场维持震荡而后出现技术13的时候，将是下一次的加仓机会。那么在这个加仓点产生之前呢，我们尽可能仓位不要放太多，而后以前期的这个轨道线作为支撑，在不破轨道线，空间下跌依旧有限时出现的13，我们到时候去做比较不错的一个买点。所以当下呢，我们对特斯拉仓位布局可能要以降低为主，所以这是一个中线上的一个考虑。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看到上海趋势图上，那么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策略呢是偏中线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可能中线走震荡维持，那么找技术13的买点。那么中线如果不走震荡呢，而是重新当然它往下破了
空间位肯定就要走人。好，它如果不走震荡而是走强，那它会怎么走呢？它应该会这么走，就是把这根阴线给吃掉，就一根收阳的 K 线把昨天这个特斯拉的高点给吞掉。因为这根 K 线的下跌力量很强，它基本上是一根关头阴线了，所以这个 K 线的高点是一个压力，股价要收阳线把它给吃掉。那么这个时候呢，说明短线你之前卖出的可以重新在这里看涨买进。而对于中线来讲，也可以去略微上点仓位，当然我们也可以等它有效突破之后回踩再去上仓位也是可以的。所以从短线来讲，机会呢在于今天是否能够反包，亦或者是后续2-3天内能不能反包。如果有，那么有一个再次的短线机会。当然这里阿哲呢没有考虑这个财报的问题，我们就单纯是看到这个技术面上。然后关注一下上方的压力，是伏5线的压力呢是 451.195， 就是它的上沿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点位的压力是 451.195。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的行情走势在前期我们说下跌破位2根 K 线找买点之后啊，市场是不是回到了飘带之上？所以这种动作就告诉我们，就是飘带一旦是比较宽厚的，就它呢是比较有力量的，这个时候它的破位啊，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找机会的。这种破位一般就是属 K 线1根2根，就破位的当天算第1根，然后是第2根，就这2根 K 线一定要有止跌动作。所以当时是破位了1根，第2根呢就是止跌了。好，止跌之后呢，是不是有反包，然后看涨？这一波看涨要注意，一定要新高。就正常破位行情之后啊，它如果不能新高，那么就是依旧的走弱，依旧风险。所以这个位置属于回调的买点，但这回调买点呢，阿哲认为是不如在飘带之上的回调。所以这种回调买点一般会产生一个风险的预期，就是它如果不能新高，那么就说明之前的破位是很明确的走弱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关注市场在突破这个飘带之后怎么样去定义它可能无法新高呢？就是它很快又重新跌回飘带，以及呢，或者说上涨的时候在左边这些阴线大阴线附近有一些明显的冲高回落的一些滞涨现象，或者说再出现这种金顶 K 线。金顶 K 线呢是上海趋势图当中的风险信号，一旦股价上涨遇到它，你会看到左上角有一个金顶，就一旦出现了，那么就说明这里不能再买股票了，它容易有风险。要么就是这里上涨，在这附近出现金顶，或者说冲高回落滞涨 K 线，要么就是再来一根阴线跌破，那么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它只是一个反抽，后续趋势呢还是容易走差的。当前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支撑和压力位，以下2条线的支撑是 237.687 和 235.576， 关注这2个支撑点。至于买点的话，如果做短线，就如果您做波段，现在其实已经没有太好的买点。做短线的话，只能说日内看一下，昨天呢是回踩了一下这个飘带，然后关注一下今天的反馈，如果多方有回调支撑的反馈，就有机会。我们看一下15分钟，比如说15分钟，您可以去打开这一个龙门线。如果你要做短线之内，看一下龙门线，然后它在 235.676， 股价如果下跌能触碰到这里，然后止跌再上涨，那么有机会是一个15分钟的小波段。然后在像30在60其实我们也可以对应的去操作，比如说像60分钟是吧，15分钟我们看到离龙门线还有一段距离，其实它就是跟这个60分钟的这条线差不多，所以股价呢只要还守得住，那么我们看60分钟也行。60分钟的一个飘带如果有一个止跌阳线，是不是也算是一个回调的一个买点？所以当前如果你要做短线，你就只能看一下日内，以这个日线上的这个飘带支撑作为一个翘板，那么看能不能往上博一些短线的启动利润。日线上的话，目前就还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点。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英伟达。英伟达目前的一个走势有一点不太好的，就是它的这个颈线位当下还是有一些压力所以它没有一个很好的涨上去，又收了比较多的长上影线、10日星，都是一些不太好看的 K 线。除了低位有了一个比较不错的这种阳线反包出现之后后续都是小阴小阳，这种情况代表市场整体的多空在日内它的一个博弈比较剧烈，那么大家呢不是说很坚定的看涨。而上方呢又有一个这个压力在，所以当前要小心，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顶分已经产生，虽然不是一个强顶分。而后看一下这个缺口它没有被有效的跌破，如果把缺口立刻的补掉，那么这里又将恢复是震荡，而不是多方强势。当然缺口还有支撑缺口不被实体阴线补掉，再收一根阳线，有机会去往上去破这个支撑，然后看一下能不能破有效。而如果缺口被实体阴补掉，就相对风险更大一些。我们再来看到有关于它的上海趋势图从现在的一个走势行情当中市场是不是还是黄飘带？
黄飘带呢比较窄，不是很强，所以目前的空方呢不算很稳定，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要走强的话，其实还是跟刚才我们的判定是一样的，就这里不能跌破，一旦跌破，它把飘带也被跌破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可能会顺势黄飘带就变宽了，那么就不太好。所以这个时候它得要撑得住，而后往上扬，那么这样呢，飘带才有机会重新转为一个紫色，而后找回调啊，才能够去找到更好的日线上的一个波段回踩的一个买点。所以当下呢就关注一下，最好不要去跌破这一个撑压位。这个撑压位的具体数值可以看到游龙伏5线啊，它是低点的185.686啊，作为一个支撑。以上就是我们所讲到的第一和第二部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个股比较多，但是阿哲呢还是会通过这个上海趋势图来去进行详细的一个讲解分析。大家对于趋势要有一个熟练的判定的方式。那么第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谷歌。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就是谷歌的一个日线图表。那谷歌的一个飘带，我们从短线来看还是不错的，因为它有一定的宽度，所以它的多头是有力量的。那么价格的回调是不是就可以找回调的一个买点？所以股价回调之后出现前带子，而后又有反包阳线，所以这里呢是看涨点。好，那么看涨点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做回调时呢，其实你看到紫色带你都可以回调去买，但是还是要稍微提醒一点，就是一旦它是一个长时间都这么去走紫色带的时候，就紫色带可以回调买。好，第一次回调买，2次、3次，如果你发现它已经有很多次的回调机会，而现在已经不算是个低位的时候啊，它更多的可能就不是一个随意去加仓的机会了。那么对于短线的人来讲，可能还能做，但对于波段的同学来讲呢，这个地方其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参与的标的，所以这个阿哲还是要提醒一下。好，如果纯粹以这个趋势交易，我们不管那么多，这里呢就已经构成一个买点，那么就是不破前面的前带子低点，我们看涨。当下呢又有一个回调之后再次的止跌启动，是吧？低开高走，所以这里呢依旧是看涨。那么这里唯一小线是不是左边的高点能不能过？如果高点不过，结合目前的相对的位置偏高，那么小心这一波反弹结束的时候要赶快获利兑现啊！小心它再次的回探或者说破掉这个飘带。我们看到飘带的一个支撑，飘带目前的支撑游龙线328.202，就是飘带的上沿。伏5线呢是321啊，也就是说飘带的下沿，这是它的一个支撑位。那么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甲骨文，甲骨文的一个行情走势，我们说只能够看一个超跌反弹，因为它还是一个长久、很长时间的一个黄色带。黄色带时呢，它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买点，比如说你看到上海趋势图它有出现一些白色 K 线的时候，这种就是白玉 K 线，它代表了一种超跌。超跌 K 线只要消失而后有阳线反包，那么可以看反弹。那么像这种蓝色 K 线、白色 K 线只要被突破，是吧，都有机会出现短线反弹。但问题啊，它是一个黄色带的话，底下的买点很多时候就只能看一个反弹，所以顺势操作下，这是一个逆势的买点。所以当下也是一样的，在一个顺势操作当中呢，我还是先把它当做是一个逆势的买点。股价突破了，所以呢这里可以看涨，但你要知道风险系数是不小的，只能看反弹。而后它的压力是上方的188.059，作为第一个游龙线的一个压力。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MSTR 价格走势还在磨啊，这个底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磨得出来啊，但是它就还等吧。市场呢，它是一个由黄色带转为紫色带啊，价格走势的突破它不算很有效啊，因为它的突破它2根就滞涨了，就最好这种突破能够2根以上，价格走势突破2根不够，而后回调又破了。所以当下呢，从一个中期以上来看呢是有机会的，因为从周线来说，它属于龙门线附近出现的白玉 K 线，而后又有白 K 被突破，所以当前的 MSTR 可以中线以上去关注，但短线来讲还是比较差，就是它那个短线波段的反转结构并没有产生。什么叫短线波段的反转结构呢？就是你有时候会看到它可能黄色带也有很强的上涨，但它不是说这种强烈上涨就一定会反转，我们更多要关注的是后续的走势，就是它突破之后能不能够突破2根之后还涨。如果它突破2根之后还能涨，这算是第一种强势的判定。第二种就是它后续的回调能不能有支撑，如果你发现回调之后是没有支撑的，是跌破的，一般来讲呢就不是很好。所以正常的一个反转态势，最好的就是它能够突破，然后突破2根之后还能够再突破，后续回调呢是不破飘带，飘带能够走强，这种情况下呢去寻找回调的支撑点，会比刚才说看到的那些要好很多啊。所以当前就是有中长期以上底部构建的痕迹，但是它没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买点产生，价格没有一个突破回调支撑的
买点。那么我们以绝处逢生来去看的话，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这里是一个交易的区间，它一样有一根阳线突破，那么可以构成一个买点。也就是说 MSTR 呢，我们最好能够等那么一根阳线，启动阳线，就把这个突破构成绝处逢生买点。后续上涨时呢，关注这个压力能不能够去消化，如果可以的话呢，后续再去上仓位也是可以的。但当下没有那种 K 线产生，就先等待，有的话呢，再去布局第一笔仓位。我们再看到啊，它的一个飘带的一个上下沿就是 164.554 和 162.92。那么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微软的一个行情走势也是偏走弱，因为它是一个黄色飘带啊，所以大家的手中股票如果是黄色飘带的话呢，就相对要注意一点。就很多时候你做了一波反弹之后，就尽可能不要太恋战，我们应该在市场走势走弱的时候要及时的去离开。比如说前面这里是不是也是有白玉 K 线也突破也有反弹，但是它只要在黄色带附近啊有走弱的 K 线产生，就要小心它可能有新低的可能性，因为下跌趋势就是一个不断新低而无法新高的一个动作，所以当前走势就它虽然走得很强感觉啊，但是依旧只能定义为反弹，因为它连飘带都没有突破，所以先看一下飘带的上沿压力 475.75 附近有没有走弱的现象，如果有就小心它再次的回落了。而后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博通的话还不错的一点就是它有止跌反包阳线，然后这个潜在值 K 线和蓝 K 已经消失了。我们在盘前广播当中以及呢在之前的视频当中是不是讲过啊？这个附近只要关注了，它的下跌空间不算很大，因为它前面有一个缺口跌到这里，那么市场走势有反包，那么它这里应该干嘛？博通是不是应该要构成一个买点信号？刚好呢是一个龙门线附近止跌蓝 K 蓄势反包，所以这里呢是一个买入信号。但因为它是一个黄色带，所以先看反弹，然后力度呢就看到游龙线 338.016 以及呢伏5线 344.917 这个空间，所以当下的短线操作啊，就是以前面的这个蓝色 K 线啊作为一个止损空间，向上呢空间不大，大概是游龙伏5线附近，所以就可以这么去看。而如果在这附近能够强势突破，没有遇阻，那么再往后去看是否有反转的机会。现在呢只能说先看个反弹，但空间还是不错的，在龙门线附近这个空间呢不算太大，但跌破龙门线要小心，所以这个地方买了之后尽可能不要打止损。那么以上3、2、1，所以大家如果手中呢还未激活这个上海趋势图的话，大家也记得呢在收听视频的同时看一下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那么可以找助教呢去安装这一个上海趋势图，而后具体的使用方式我们在内部课呢也会详细的去讲解，大家也可以收听之后啊去进行一个分析，利用您手中自己的个股。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MD 的话就还是风险提示，因为它这一波上涨是不是我们说过它已经走到了技术的13啊？我们看一下啊，对，它有一个技术的13在这里出现，而且这如果没记错的话，它不止一个啊，对，另外一种技术它也是在13了。好，在技术13之后呢，出现了同样的还有一个技术的9，就是这是神奇9转啊，然后这是技术13，然后都出现了，并且还有一个下跌很明确的一个动作。所以当前的一个走势结构，我们就依旧认为它是一个风险，在上海趋势图当中同样代表是一个黄色 K 线的破位，所以目前这里就认为它要走调整周期，刚好也在左高附近，所以这一波行情也是说的为什么进入黄 K 之后不要乱追，你等它调完之后再去买反而更好。所以像这一波行情走势基本上飘带就变宽了，变宽之后呢，后续的回调就大概率呢是会有强支撑的，那么强支撑就等这附近止跌回调买点就行。先看到飘带上沿 231.494 不一定会打到飘带，它可能会修复一半的距离，241、242这附近也要关注一半的乖离修复之后也有可能产生2次的强势的上行，所以关注它回调时的止跌 K 线。下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HOD 在跌破了这一个龙门线之后它和飘带形成了一个双重压力，当前不太好它走出了连续3根的一个蓝 K， 但市场呢没有去突破蓝 K， 而后走出了一个长上影线，市场离上方有压力，所以这个地方这个上影线只要还没有过它这里就是多重压力，所以 HOD 呢抄底的同学不要着急，它一定得要有强烈的阳线产生才可以有机会去看涨，否则在这里呢它可能是一个做反弹继续往下的可能性，所以小心这里是一个黄飘带和龙门线共振的一个压力区。我们可以看到龙门线是 112.032， 然后游龙线 112.134， 两者是在112附近，
这个点位呢是一个强压力，空间呢是不大的，所以这种地方做多的意义呢不是很强。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APP 的话，它下跌也是跌到了龙门线附近，跟博通是有点像的。那只要日线跌到龙门线附近呢，就有可能是一个中期波段的产生的可能性，就好像类似于前面这种地方。只是目前的市场环境不太好，所以这种中期波段产生的可能性会比平时低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仓位呢，哪怕你布局中期，你也尽可能不要多，仓位比较低一点，整体等指数风险过去了，或者说释放了，我们再去上仓位可能会更好一点。目前的一个中期的一个成本，龙门线就在这附近，而产生了白玉 K 线前带，还有这个蓝 K， 只是没有一个强势的仿包 K 线。左侧呢是有买点，右侧呢当下没有一个强势的看涨，所以这个地方就继续看一下有没有像博通那样的仿包阳的出现。今天的话，如果它的动作能够是往上去波动，那有机会呢是一个对于前面长上影线的吞没，那么这个时候盘中可能会有一些追涨机会，但是这种买点呢会相对要求高一点，对于交易者来讲。所以你看一下右侧收盘盘前，所以对于右侧来讲，你可以尾盘看一下是不是收涨收高，然后去买进。左侧的话呢，其实不跌破前面这个长下影线实体，基本上在附近找买点，然后把白玉 K 线做止损，这是当前的 APP 可以去看的一个策略。但目前依旧只能看反弹，因为它的下跌动能是比较强的，比上一波强，所以动能在变强，低点在降低，这个时候上涨就先看反弹啊，它的压力位是在 591.097。 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高通是破了龙门线，然后飘带也在往下，所以当下呢是压力重重，从之前的趋势向好到现在呢趋势走坏了跌坏了，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回调买点，哪怕是在龙门线附近，你不要只是因为空间就买进，因为空间它也有可能只是涨是止跌，而后它有可能打破空间，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价格的确认。当它还是蓝色 K 线时，不管它在哪个空间哪个支撑，甚至是哪个低点边盘，就只要它还没有出现明确的价格信号，就不要随便去认为它就是一个低点和高点，它有可能还有更低或更高。所以价格走势出现了一个低点，而后它一直没有阳线去突破，那么这个地方就还不能构成超跌反弹，只能说继续等待有那么一根阳线出现再去看涨。那么上方的龙门线是第一个压力 162.168， 而后是游龙线的 164.314。 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ircle 的话就维持蓝色 K 线，我们说蓝色 K 线维持的越久，说明它越弱。市场目前就是一个蓝 K 的持续，没有消失蓝 K， 没有仿包之前就不要随便去抄底买进。当然对于左侧来讲是有机会的。我们目前看到它的一个下跌，这标记了一个九转的话呢，它目前来到了7，也就是说这里一旦到了9是有机会产生左侧的一个超跌衰竭点的，而后这个9的产生最好不要跌破前面这个1的低点，它只要不跌破，而后产生9，这里有机会产生一个盈亏比还不错的一个买点。这个买点上方的压力或者说目标位就是游龙线，下方的止损就是左侧这个1的低点，就可以构成这么一笔盈亏比很不错的一个交易机会。但目前7还没有到，当然它也有可能直接在7、8、9的位置出现蓝 K 消失反包，那个时候就不用等久了，你可以直接看涨也行。盈亏比同样的也可以用这个前面的1的低点作为防守位，那么反弹依旧是压力 7.571。 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OKO 股价出现了下跌的九转，下跌九转产生，而后又是在龙门线附近，那么飘带呢又是一个紫色的，当下它是跌破了第一根第二根，所以对于左侧来讲可以有一个比较激进的买点，就是直接9号 K 线收盘价直接买进，而后止损呢用 74.63 作为止损，所以当下左侧可以构成买点，是因为九转的形成，并且趋势目前中长线还是好的，逆着一个短线走势来去做中长线的看好的预期，你呢可以在 OKO 这一个地方9号 K 线收低的地方直接去买入股票，而后 74.63 作为一个我们滴滴九转交易点的止损位啊，它也是个转空线。那么市场在这里出现这种买点是左侧的，那么我们的右侧呢就是等待什么呢？等待蓝色 K 线消失，而后有反包出现作为右侧买点，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可以以此去做交易。我们目前的判定就是它只要不跌破 74.63 这个转空线，那么在这附近的任何买点右侧都可以去寻找买入机会，最好是反包9号 K 线的高点作为买点，对于右侧是更好的。那左侧的话呢就下跌找机会买进，那么昨天是第一笔的买进，下方 74.63 不跌破之前继续寻找下跌买点即可。当然这个买点不是说随便买而是呢日内找止跌低点买，或者说根据指数变盘点找低点回调买也会比较好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PLTR 是回调到龙门线附近走了一个震荡，震荡有一个下跌期的形成，那么会不会有九转呢？有的话呢，就说明还有下探的空间。龙门线碰到之后啊，没有产生特别强的一个反包行为，而后它的一个游龙线啊，这个我们所说的黄丝带又靠得比较近，所以这个地方没有强烈启动之前呢，你哪怕要买也不能买多，相对小心。它的压力比较近，是 173.541， 这里买的话呢，它的盈亏比首先第一笔可能就不太合适啊，不太好。所以当前只能说可以先看着啊，有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呢没有被价格所佐证。而后我们看到周线上呢有一个风险点，这个风险点就是价格走势已经有了一次破底之后无法新高再破的动作，所以当前你要关注周线上的这个游龙伏虎，就股价破位之后反弹不创新高再往下破，是不是一种趋势走弱的现象？如果股价这里它哪怕构成反弹，它只要不站上飘带，那么其实风险还是很大的，所以周线上的一个压力呢是在 175.659， 可以关注这些点位。所以当前它实际上也在游龙线附近，所以当前它也在龙门线附近，但是整体不算很好，特别是它的下跌呢动能还是在变强的，所以这些要小心。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Coin 的话还是保持一个连续的下跌，而后有不停的这个蓝色 K 线产生，不过它的动能有所背离，然后之前呢有多次的这种上来柱产生，当下呢我们要关注它的一个左侧信号，就是九转走到了7，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些技术，明显买入技术呢是都出现了。好，那买入技术在这里都出现呢，就有可能市场在这里是有衰竭点的。那么这个衰竭点最好要满足一个特征，这种衰竭点的一个买点呢，最好满足一个特征，就是我们要出现一个比4天前收盘价高的 K 线，就是我们要跟4天前比一下收盘价，这是 TD 技术当中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买点。比如说今天8号 K 线，它要跟谁比啊？1、2、3、4，就它跟4号 K 线比。我们必须要比4天前收盘价高，然后才能够构成买点，不然的话不要随便抄底。我们知道左侧技术呢是下跌买进的方法，但是你不能说随便买不能说还在跌的时候还在买，那就很风险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比4天前的收盘价高我们再去买。所以这个地方呢8号 K 线比4天前高的概率比较低我们等到9号 K 线，它比4天前收盘价是5号 K 线还有那么一点可能，8要比4高的话难度会大很多所以 Coin 的话最近注意一下，一旦呢这个地方到9是有可能产生一个不错的一个反弹机会的。上方的游龙线压力235.208，到时候就会做成第一个压力位，或者说反弹空间目标位。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扣位，扣位的话市场走势还算强劲因为它已经突破了左边的一个高点，市场呢从一个下跌不断新低变成了有新高而后无新低，所以价格走势目前是一个趋势的反向行为，就看是否稳定了。好，稳定的意义就在于股价回调是能够产生买点，而后它会产生新高的。我们已经多次产生了买入机会，是吧？第一次在这附近买的，第二次在这里买的，那第3次呢？后续再回落，依旧可以找买点。而现在呢，一般新高之后就不要追了。我们短波段的回调买点，一般就是上涨回调买，新高之后反而找卖点，回调找买点，新高找卖点因为新高很多时候对于很多趋势来讲，它是加速的可能性会比较低。哪怕加速你最多高抛之后留一部分仓位持股待涨即可。好，我们看一下目前的一个游龙线是 89.693， 等下次再给机会再买，而这个缺口呢就是一个支撑，如果后续有出现一个动作，就是回踩缺口而引线收回，那么再收阳线也可以作为2次的买点。所以当下呢还有关注的一点就是游龙线的压力 113.338 比较靠近了。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美光的话，昨天出现了一个反包的阴线，所以这根阴线跌破之后就确认了前面的柔缩线大概率呢是一个诱多行为。那么在 412.42 没有被阳线反吞之前，任何的一个上涨有可能都还是一个诱空的可能性，所以当下呢要小心所以还是以风险为主。下方的一个支撑 357.455 作为一个支撑位，看一下是否回调找买入机会。当然这种强势长时间的上行，一般比较建议是找周线的回调机会，会比较远一点。但是确实周线上目前也是有风险提示，这个黄 K 一直持续，要小心风险。然后我们再看到 MP 的话，就之前我们讲过，它和这个 OKO 有点相似，它也是第一点在被破位之后出现了一个什么动作，反创高，所以这个行为就有点趋势的反向动作，而又结合它是一个龙门线和飘带共振的地方，所以这里是一个强支撑，所以我们要关注它的一个回调买点。那么当前的 MP 呢，就是股价上涨9转
而后调整呢是比较强的，连9的 K 线没跌破，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负阴线，更多的可能是一个砸盘，所以我们等待一个动作，一个是 IRK 线IRK 线之后收盘价站上有龙线，可以作为激进的买点。那么稳健的就是今天的 K 线收完之后破今天 K 线的高点，再等一天去买进。我们看一下龙线是 64.951， 所以今天如果能够低开高走收到 64.951 之上，可以作为第一个激进的买点。那么保守的话，最好等负阴半被吃一半会更好一点。以上就是1月2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感谢您的收听，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